你可能常常听到量子这个词，哎，感觉很厉害，但又好像有点遥远，甚至有点科幻的感觉，对不对？对。今天我们就想来深入聊一下，看看这个量子技术啊，到底已经走到哪里了，然后它又会怎么样在人工智慧、AI、科学研究，甚至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掀起一些真实的波澜。没错，这次我们探讨的主题会比较聚焦在量子运算的影响力。具体来说嘛，我们会看看那个量子运算及服务，就是 QCAS。QCAS，对，可以念 QCAS，看看这个市场的现况。然后还有量子跟 AI 是怎么结合的，就是所谓的量子 AI。这个蛮热门的。对，还有一些新的量子模拟技术，跟越来越厉害的量子感测器。最后当然也要谈谈推动这一切发展背后那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人才需求的问题。这次我们参考的资料来源也蛮多元的，有最新的市场研究报告，也有那种探讨 AI 怎么用在量子力学啊、原子啊、分子系统的学术研究。对，比较硬的。对，还有比较量子 AI 跟传统 AI 的分析文章，量子感测器的市场预测，量子模拟新技术的报道，还有就是怎么培养量子人才的讨论。可以说涵盖了市场、技术、应用到人才，各个面向啦。是我们这次探讨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帮你或是帮大家拨开量子技术那层神秘的面纱啦。常常听到量子位元 qubit， 对不对？对 qubit，它不像传统位元只能是0或1，它可以同时是0和1的那种叠加状态。这听起来很厉害，潜力很大。但这个潜力到底怎么变成实际的应用？我们会试着比较清晰地呈现它目前的发展阶段，还有未来可能的走向，特别是聚焦在那些真的开始落地，可能对你我产生影响的部分。好，那不如我们先从市场谈起好了。你刚刚提到的 QCAS。量子运算及服务听起来就像是把量子电脑的能力放到云端上让大家租用，是吗？对，差不多是这个概念。这个市场正在经历一个可以说是爆炸性的成长。我们看到一份市场报告的数字，蛮惊人的。2024年全球市场规模估计是30亿美元，预计明年2025年就会到44.8亿，成长很快。然后到了2029年，更可能冲上221.3亿美元。哇，这算下来，那个年均复合成长率 CAGR， 简单说就是每年平均成长的百分比。对 ，CAGR 接近50%，每年成长一半。这个成长速度，确实很猛。回顾一下过去这几年的驱动力主要来自几个方面了。首先，大家对量子运算就是觉得它好像能解决某些特别难的问题，希望越来越高，需求自然就增加了。其次，云端运算就是 cloud computing， 它本身的基础设施越来越成熟，这就让提供 QCDAS 变得比较可行。对，基础建设很重要。对还有就是各国政府大企业对量子研究的投资一直加码。再来就是大家对量子运算潜在的好处，比如在开发新药、新材料这些领域认识提高了。最后还有一个就是随着量子电脑越来越强，大家开始担心，那以后的加密会不会被破解？所以对抗量子加密这种安全性的关注也推了一把。那未来几年要维持这么高的成长动力会是什么？还是刚刚讲的那些吗？有延续啦，但也有一些转变展望未来一个蛮有趣的趋势是，那个驱动力会更靠近具体的应用。应用面。对，应用面。报告预测说，像是利用量子运算来加速那个新药探索，还有材料设计，会变成很重要的成长引擎。这就显示市场正从过去比较偏向，先把基础能力建起来，慢慢转向
好，现在要用这个量子能力来解决实际的产业问题了。哦，更务实咯。对，同时企业对云端服务的需求，当然包括量子云端，还是持续上升嘛。数位转型的投资也没停，资料中心也一直想要更强的算力，还有就是围绕量子技术的新创公司也是一直冒出来，这些都会继续推动市场。所以 QCAS 基本上就是让你透过云端租用量子电脑的算力，就省得自己盖一座那种又贵又难维护的量子机器，对吧？对对对，理解得很对，就是一种云端服务模式。那报告里提到主要的技术类型有基于量子栅 （gate-based） 和基于退火 （annealing-based） 这两种。这两种主要差在哪边呢？你可以把它们想象成两种设计哲学不太一样的量子电脑。基于量子栅的，比较像我们现在用的这种通用电脑，像 PC 这样？对，可以跑各种程式，执行一系列逻辑栅操作。它的通用性比较强，理论上什么问题都能处理。但目前的挑战就是要打造很高稳定性、很多量子位元的这种栅模型电脑，很难。技术门槛高。对，那基于退火的就比较特化一点，它特别擅长解决某些最佳化问题。最佳化像是要找出一个很复杂的系统里面能量最低的状态，或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你可以想象成它天生就是为了帮你找最佳路径而设计的。哦，所以用途比较特定。对，目前市场上这两种技术路线都有厂商在推了。了解。那这个 QCAS 市场还有那些趋势值得我们注意的？除了刚刚提到的越来越走向应用导向之外，云端化肯定是大势所趋嘛。对。还有就是技术本身还在快速的迭代，量子位元的数量啊、稳定性啊，还有那个错误修正能力都还在进步。那伴随而来的就是量子安全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说，怎么保护我们现在的资讯不会被未来的量子电脑破解。这块市场也在同步成长，这个很重要。对，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趋势是混合式计算。混合式就是结合传统电脑的优势跟量子电脑的潜力，让他们一起合作解决问题。这个在短期内会是主流的应用方式。哦，不是完全取代，而是合作。对，短期内一定是合作。这个市场成长这么快，背后显然是技术本身有很大的潜力嘛。那我们就来看看技术的核心，特别是当量子与上这几年同样很红的 AI， 也就是你提到的量子人工智慧 QAI， 这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啊？根据我们看到的资料，像 Toolify AI 的一篇文章就觉得说 QAI 被寄予厚望，认为它能提供更强的计算能力，可能可以更快更准地解决传统 AI 搞不太定的那种超复杂问题。对，尤其是在处理和分析那种海量数据啊、最佳化、模拟还有机器学习这些领域。传统 AI 确实很厉害啦，但它也有它的天花板。比方说处理某些那种复杂度是指数级增长的问题，或是要分析那种极度庞大、维度又超高的数据集的时候，传统的计算资源可能就不够用了，会跑不动。算力瓶颈。对，算力瓶颈，模型训练也可能卡关，就是陷入过度拟合，只会解看过的题目，或是拟合不足，连看过的题目都学不好。QAI 的潜力就在于利用量子的现象，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叠加，还有另外一种很奇特的纠缠特性，来开辟新的计算路径，也许就能绕过传统方法的瓶颈。不过听起来 QAI 也不是那种马上就能实现的魔法，挑战在哪里？当然不是万灵丹啦，挑战还非常非常大。那个 Toolify AI 的文章也点出几个关键，首先就是硬体。硬体？对，我们前面提到的量子位元 Qubit， 这种既是0又是1的微小量子开关，它非常非常脆弱，很容易坏掉。不是坏掉，是很容易受到环境噪音干扰，然后就失去它的量子特性，这个叫退相干。退相干。对，所以怎么大规模制造、稳定的控制它们，还要让它们彼此能够有效地连接起来，这是目前物理上跟工程上最大的挑战。其次，我们还需要全新的演算法。不能直接用现在的 AI 演算法。不行，
不能直接搬过去跑，必须开发专门为量子硬体设计的量子演算法，还有量子机器学习模型，这样才能真正发挥优势。这方面说实话也还在非常非常早期的探索阶段。那在演算法方面，目前有哪些比较常被提到、正在被研究的方法呢？我有看到一篇 World Journal of Advanced Research and Reviews 的文章，提了2种好像比较有潜力的近期方法。一种叫量子近似最佳化演算法 QAOA 对 QAOA， 另一种叫变分量子本征求解器 VQE。哇，听起来都超复杂的诶。名字听起来是很学术没错了，但我们可以试着理解他们的核心想法。这2种都是目前在所谓的近期，就是 NISQ 杂讯还比较多、规模还不够大的量子电脑上比较被看好的混合式演算法。又是混合式。对，又是混合式。也就是说，他们是让量子电脑跟传统电脑互相配合工作的。你可以把 VQE 想象成一个量子调音师。调音师？它利用量子电脑去探索一个问题，比如说一个分子的能量状态，它可能的答案空间在哪里，然后把结果丢给传统电脑去分析、去调音。传统电脑再告诉量子电脑说，你下一步往哪个方向探索可能会更好，这样子来来回回一代，最后找到最好的答案，比如说最低的能量状态。那 QAOA 呢？ QAOA 比较像是在一个很复杂的地图上帮你找捷径，它也是做过量子跟传统电脑的配合，一步一步去逼近某一个最佳化问题的最佳解。所以都是要量子跟传统电脑一起工作就对了。对，在目前这个阶段是的。那篇文里还有提到一个有趣的比较，说在某些测试里面，像是某些组合最佳化问题，还有那个辨识手写数字 MIST MIST 有名。对，在这些任务上 VQE 的表现好像比较好，准确率这么高一点，计算时间也比较短。是的，这跟一些研究的观察是符合的。VQE 和 QAOA 他们各有擅长的领域了。他们的表现会受到问题的类型参数怎么设定还有硬体本身的杂讯等等因素影响。VQE 在模拟分子的能量、材料科学，还有某些机器学习任务上展现出还不错的潜力它主要是透过一个叫变分原理的方法来找答案，所以在某些情况下收敛速度可能比较快。就像你提到的，在 MIST 分类上表现比较好。那 QAOA 呢？QAOA 可能在解决某些像是图论问题排程问题这种组合最佳化问题上有它独到的地方。目前研究人员还在不断探索怎么针对不同的问题去选择和改进这些演算法。这本书里面就深入探讨了 AI 在模拟那种复杂的量子系统里面扮演的角色。比如说书里面提到一种叫变分蒙地卡洛 VMC 的方法。对 VMC，它让 AI 具体来说是神经网络量子态 NQS Neural Network Quantum States NQS， 对，让它来学习怎么去描述一个量子系统的状态。完全正确，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活跃的研究领域。你可以想象一下要精确描述一个包含很多电子，比如说一个复杂分子的量子系统，数学上极其困难。VMC 的想法就是，我们能不能训练一个很强的神经网络，也就是 NQS， 让它学会这个系统的波函数。波函数？波函数就是量子世界的详细地图，它描述了所有粒子的状态和行为。如果 AI 能学会画这张地图，那我们就能算出这个系统的各种性质，比如它的基态能量是多少。哇，听起来很聪明，但用 AI 来画这个量子地图，肯定也有难关要过吧？没错，至少有3大挑战。第一个叫做费米子反对称性。这些听起来就好难。这是量子物理的一个基本规则了。因为电子是费米子，它们很孤僻，不喜欢跟别的电子处在完全一样的状态。反映在数学上就是描述它们的那个波函数，也就是那张地图。当你交换任意2个电子的坐标的时候，它的数值必须要变号，变成负的。交换位置就要变负的？对，这就像是说，你把地图上2个一模一样的标记互换位置，整张地图必须要上下颠倒过来一样。我们的 AI 画师那个神经网络必须严格遵守这个有点奇怪的规则。
通常需要结合一些数学技巧，比如叫做 Slater 行列式 （Slater Determinant），用这种方法来强制执行。哇，这个 AI 也太难当了吧？还有呢？第二个挑战是轨道建模。电子之间不只有互相排斥的库伦力，还有源自那个反对称性规则的复杂交互作用，叫交换作用。AI 必须要有足够的画工，也就是神经网络的表达能力，才能精确描绘出这些电子是怎么在原子核周围形成复杂的轨道，还有它们之间那些很细微的互动。要画得很细致。对，第三个挑战是最佳化。我们的目标通常是达到所谓的化学精度 （chemical accuracy）。化学精度？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苛的标准，要求能量计算的误差要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大概是每摩尔1000卡 （1 kilomole） 这个等级。哇！这就像要求 AI 画的地图在关键的细节上误差要比一根头发丝还要细。要训练神经网络达到这种精度，对那个最佳化演算法是极大的考验。书里提到，像氮分子 N2 的能量计算，误差需要低于2/1000才能对化学研究有真正的实际意义。书里还提到一个有趣的比较，虽然从理论上讲，这种用深度学习的 VMC 方法，它的计算复杂度就是随着系统大小 n 增长，大概是 n 的4次方 n 次方，比传统量子化学里面那个很准的 CCSDT 方法，大概是 n 的7次方要好。对，理论上比较优。但实际上，在目前能处理的系统大小下，好像 CCSDT 常常跑得还比较快。这确实是目前的状况。理论上的优势不代表实际计算速度就一定快，尤其是在系统还没有那么大的时候。不过，深度 VMC 的真正价值在于处理那些传统 CCSDT 方法很头痛的所谓的多参考态系统。多参考态，这通常发生在比如说化学键断裂的时候，或者电子之间的交互作用非常非常强的复杂情况下。在这些 CCSDT 可能会算错或者根本算不动的难题上，深度 VMC 就有机会展现它的优势，给出更可靠的结果。所以它们更像是互补的工具啦，各有各擅长的战场。看来量子技术的应用面上真的很广，不只是用来做那种超高速计算，在模拟和感测方面，好像有让人很兴奋的进展哦。对。最近看到一篇那个水牛城大学的研究报道，提到一种叫做截断韦格纳近似 TWA 的技术。Truncated Wigner Approximation TWA。对，听起来很专业，但他们研究的亮点竟然是说，可以用笔记型电脑来模拟一些复杂的量子动力学，像是那个耗散自旋动力学吗？这怎么可能？用笔电跑量子模拟？TWA 这个方法本身不是新的技术了，它算是一种半古典的方法。半古典？对，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物理学上的捷径，或者说是一种近似法。它不是完全的量子力学计算，而是抓大放小，保留一部分的量子效应，同时用比较容易处理的古典方法来描述系统的演化，这样就能大大降低计算的复杂度。所以是简化版。可以这么说。过去呢，这种 TWA 方法主要用在比较理想化的，就是跟外界隔绝的那种干净系统，能量不会散失掉的那种。但真实世界的系统很少是那么干净的吧？通常都会跟环境互动啊。正是如此，真实的量子系统，比如分子啊、材料里面的电子自旋啊，或者我们在实验室里搭建的那些量子位元，通常都会跟周围的环境发生交互作用。这就会导致能量耗散或者量子特性衰减，也就是我们说的比较脏的系统 （dissipative systems）。水牛城大学团队的这个新突破，就是成功的把 TWA 这个方法扩展了，让它也能够有效的模拟这种更符合真实世界的有耗散的脏系统的动力学行为。哇！那这意味着什么呢？这点非常重要，它意味着研究人员现在可以用普通的电脑，甚至可能就是你我桌上的笔记型电脑，来处理更多以前可能需要动用到超级电脑才能模拟的量子动力学问题。那省很多资源呢。对啊，这等于是把宝贵的超级电脑资源解放出来，留给那些真正需要跑全量子计算的
更棘手、更复杂的难题。而且他们还很贴心地提供了一个方便使用的计算模板，就是 template。哦，还有模板。对，这样就减低了其他研究人员要采用这个方法的门槛。这可以说是量子模拟领域一个很实用、很聪明的进展了。确实很聪明。那另一方面，不只是模拟，量子感测器的市场好像也在快速成长。根据 Fortune Business Insights 的一份报告预测，全球量子感测器市场预计从2025年的大概4.35亿美元，成长到2032年的12.1亿美元呢，年均复合成长率也达到将近16%的。这些量子感测器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能做到哪些传统感测器做不到的事情？量子感测器的核心优势就在于他们利用了很精密的量子操控技术，比如说量子的叠加、纠缠还有干涉这些效应，来侦测那种极其微弱的物理量的变化。多微弱？微弱到它的精确度和灵敏度可以远远超过传统感测器的物理极限。哇，这就让他们在很多领域都有很独特的应用潜力。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领域就是军事和国防。报告里好像也提了不少这方面的例子，像是导航。对，例如说，在那个 GPS 讯号被干扰、被遮蔽，或者根本没办法用的环境下，像水底下或隧道里。对，想象一下深海的潜艇、高空的战机，甚至未来在很复杂的都市环境里的自驾车。基于量子效应的加速度计和陀螺仪，有潜力提供极高精度的惯性导航，不用靠卫星。对，长时间保持准确的位置和姿态，不需要依赖外部讯号。这个厉害。另外，透过探测环境中那种极其微小的磁场或重力场的异常变化，这些变化可能是远处的载具引起的。量子感测器被认为有潜力侦测到传统雷达很难发现的隐形目标，像逆踪战机。对，逆踪战机或潜艇。因为就算能躲避电磁波，这些物体也很难完全消除它自身的质量或磁性材料对周围物理场造成的微弱扰动。抓那个微小的扰动。对，此外，量子感测技术也是实现未来那个安全的量子通讯网络的基础之一。除了军事、国防这些比较硬核的应用，还有哪些领域会用到啊？当然还有很多了。在医疗保健领域，那种超高灵敏度的量子感测器有潜力开发出能够在非常早期就侦测到疾病生物标记物的诊断工具。早期诊断。对，比如说检测单一个癌细胞释放出来的微弱讯号，或者是实现解析度更高、更安全的医学成像技术，像是脑磁图 （MEG）。在先进制造业，量子感测器可以用来做那种奈米等级的超精密测量，提升工业机器人的感知精度，或者在半导体制程里面进行更精确的品管监控。报告还特别提到，从地理区域来看，亚太地区预计会是量子感测器市场成长最快的区域。对，有提到这一点，这可能跟这个地区在电子制造、国防投入还有科研活动的活跃程度有关啦。听起来前景一片大好，应用潜力很惊人。但这就引出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这么先进的技术，谁来开发？谁来应用？这就牵涉到人的因素了，对吧？没错，人才。我们参考了一篇来自腾讯的报道，里面就深入讨论了量子领域的人才挑战。这确实是一个核心挑战，而且是全球性的。报道里面指出发展量子科技需要的人才不是那种一蹴可及的，不能速成。对，它需要长期的承诺和投入。这不只是砸钱盖实验室、买设备就够了，更需要政府和产业界展现出足够的耐心。耐心很重要。对，提供持续而且稳定的资金支持，来建立整个教育体系，支持基础研究，培养跨领域的人才。因为从基础教育开始，一路培养到能够在前线推动创新的专家，往往需要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报道中好像还提醒说，不能只看眼前的需求，短期的需求。是的，有与会者特别强调这一点，认为要避免过度被短期的产业需求牵着鼻子走。怎么说？就是说，如果人才培养完全是以现在产业界需要什么技能为主导的话，那可能就会优先满足眼前的比较特定的工程或技术需求，但这样做却可能牺牲掉更广泛、更基础、更具有长远意义的科学教育和研究能力的培养。眼光要放远一点。
对，如何在满足当下需求的同时，也为未来更长远的，甚至可能现在还无法预见的突破，预先储备人才，这是一个需要仔细权衡的难题啦。那目前全球在人才技能发展上状况怎么样？报道说好像还不够整合。报道提到，目前的技能发展格局确实还比较分散和碎片化。分片化，对，这部分原因在于量子技术本身还很新嘛，整个生态系统还在快速的演化当中。不同的国家、研究机构、大学甚至公司内部，对于到底需要哪些量子技能的定义、描述还有培养方式，可能都不太一样。各搞各的。有点像，因此非常需要加强标准化和协同合作。尤其像是在欧洲那样很多国家紧密合作的地区，更需要建立起一套共通的技能框架、认证体系，还有共通的语言，这样人才才能够比较顺畅的流动和合作。那到底需要哪些技能呢？听起来应该不只是懂那些很艰深的量子物理学就够了吧？完全正确，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转变。随着量子技术慢慢从实验室走向应用，整个生态系统越来越展现出跨学科的特性。跨学科，对，除了核心的像是量子物理、数学、电脑科学这些技术能力之外，还需要非常广泛的技能组合。这包括像是沟通协调、专案管理、解决问题、批判性思考等等这些软技能。软技能也很重要。对，同时越来越重要的是，需要大量来自相关应用行业的专业知识。你的意思是说，即使我不是物理学家或工程师，也有机会参与到量子科技的发展里面来？绝对是。报道特别强调了这一点。量子技术的最终目的是要解决真实世界的问题嘛。无论是在新药开发、金融模型、能源优化，还是新材料设计。因此，来自生命科学、化学、金融、能源、材料科学、软体工程，甚至是法律、伦理、政策制定等等领域的专家，如果能够理解量子技术的基本原理和潜力，并且把这个知识跟自己本身的专业领域知识结合起来，那就能在量子生态系统中扮演非常关键的桥梁角色，帮忙找出有价值的应用场景，推动技术落地。所以说，量子领域的大门是对各种背景的人都敞开的。这个观念蛮重要的。报道中还提到了包容性和地方发展的重要性吗？对，这两点对于建立一个健康而且能够持续发展的量子人才生态系至关重要。首先是包容性，需要建立起那种面向大众的科普教育和终身学习的机制，让大家都懂一点。对，提升社会整体的量子素养，让更多人不分年龄、性别、背景，都能了解量子技术是什么，还有它不是什么，消除那种神秘感和疑虑。更重要的是，要确保来自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人都有机会接触和学习量子知识，打破传统那种 STEM 领域可能存在的壁垒，这样子才能吸引到最多元化的人才库嘛。人才来源要广。对，其次是活化地方潜力。除了国家级的那种大型研究中心之外，也要鼓励在不同的区域建立各有特色的量子创新枢纽，就是 Hubs。地方型的中心。对，整合当地的大学、研究机构、企业和政府资源，形成那种人才培育、技术研发和产业应用的聚落效应，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填补广泛的人才缺口，并且让量子技术发展的好处能够惠及更多地区，而不是只集中在少数几个中心城市。好的，我们今天从市场的爆发性成长一路深入到量子跟 AI 互动的核心技术挑战，再看到量子模拟和感测的多元应用，最后又聚焦在人才这个根本的要素。整体听下来，量子领域的发展真的是既让人兴奋，但也充满了挑战。没错。如果要总结一下，有什么关键的 takeaway 是我们应该带走的？我想最关键的一点是，量子技术确实正在经历一个从理论探索加速走向实际应用还市场成长的转捩点。对，它的影响潜力非常广泛，从最基础的科学模拟计算，像我们刚刚谈到的 VMC， 到攸关国家安全的精密感测与通讯，甚至可能在未来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处理资讯和进行计算的方式。其中量子技术跟 AI 的深度整合，无疑是一个极具潜力的核心趋势。
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在硬体稳定性、演算法效力，还有专业人才的培育方面，还有非常多的硬仗要打。对，挑战还很多。对，另外，像是那个 TWA 模拟技术，还有量子感测器的发展，也提醒我们，量子科技的价值是多元的，并不仅仅局限于打造超高速的计算机。应用很广泛。是的，最后，留给你一个更宏大也更值得我们持续去思考的问题。我们今天谈了很多，怎么利用现有的 AI 来辅助量子科学的研究，像是用 AI 来做量子模拟、分析量子实验数据等等。这可以说是 AI for Quantum， 用 AI 帮助量子。对 AI for Quantum。但反过来想啊，当真正强大或许是那种通用型的量子 AI， 也就是 Quantum for AI， 用量子来驱动 AI 真的出现的时候，它又会如何从根本上改变科学发现这个过程本身呢？它有没有潜力帮助我们解决那些目前连最顶尖的传统 AI 都束手无策的根本性科学难题？比如说理解意识的本质，或是统一物理学的基本力。哇，这些都是大哉问。对啊，更进一步的想，拥有了这种前所未有的智能之后，我们人类又能提出哪些过去根本无法想象也无法企及的全新的科学问题呢？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也许未来的科学会是我们现在完全无法想象的样貌。